俄军炸毁了原本运往中国的粮食，还炸伤中国驻乌领馆，性质很严重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中立立场，没有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这在西方看来就是对普京的一种支持。但是最近发生的两件事，似乎让西方找到了离间中俄关系的楔子。在俄罗斯退出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乌克兰再次炸毁克里米亚公路桥之后，俄军的导弹就开始向乌克兰唯一的出海口奥德萨倾泻。这原本与中国无关，但是最后却扯到了中国这边。首先，泽连斯基确认，俄方称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的是奥德萨的军事目标，而实际上他们袭击并摧毁了乌克兰的农业基础设施和6万吨准备出口的粮食。这些粮食的出口目的地正是中国。你也可以将上述言论理解为俄罗斯人摧毁了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乌克兰粮食。当然，这个袭击中国虽然利益受损，但是因为没有完成交割，因此这笔费用没有交付。其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国内的粮食安全问题，其总体影响微乎其微。第二，俄军20日对乌克兰奥德萨发动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波及了中国驻奥德萨的总领馆，导致领馆外墙墙面和部分窗户玻璃破损，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西方一直期待着中国会向俄罗斯发出外交抗议，但是中方仅表示继续同有关方面保持沟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中国在乌机构及人员的安全。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对奥德萨的袭击对中国的利益造成的冲击严重吗？性质是否很恶劣？首先，这两件事的发生充分证明中国是乌克兰危机的受害者，而且无法左右俄乌双方的战争行动。在乌克兰军队无法用武力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情况下，西方一直存在着一种思维，那就是中国拥有对俄罗斯的巨大影响力，所以可以帮助乌克兰终止战争。俄罗斯袭击奥德萨应该未提前与中国协商，这本身就是证明持续战争是俄罗斯的国家意志，中国可以劝说，但是无法左右战局的发展。西方应该明白这一点。其次，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波及到了中国的使领馆，性质当然很严重，但是应该是无心之失，我们要避免被西方挑拨。美国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导致了人员伤亡，现场一片废墟，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血债。但是俄罗斯此次导弹袭击的目标仅仅波及我领馆外墙和玻璃，我们还不能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这里面存在着几种可能：一是中国的领事馆附近有敏感的军事目标；二是俄罗斯导弹的命中精度不高，也就是打偏了。中方完全可以通过与俄罗斯的外交沟通，以避免发生同类情况。从马达西奇公司几乎免于乌克兰战火就能看出来，俄罗斯军队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要顾及到对中国的影响的。最后，这件事也充分证明乌克兰和西方急于让中国与俄罗斯拉开距离。说实话，中国原本还是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再加上俄乌冲突对区域贸易的破坏，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大贸易国而言，损失也是比较大的。俄罗斯方面的军事行动如果不能充分考虑中国的利益，那么不可避免的会给西方离间中俄关系制造借口。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如果这些导弹打到了中国的领事馆，那么俄罗斯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呢？总体而言，俄罗斯这次未能对中国驻乌克兰的领事馆造成严重损失，存在着一定的幸运因素，但是依然给了西方离间中俄友谊的一个机会。希望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军事目标的选择要更加谨慎，避免损害中国的利益，因为中俄之间的关系远远高于多打击几个乌克兰的目标。这个账俄罗斯人一定要算清楚。